天地人神妖魔鬼，上古神话里的七大先祖，你听说过吗？如来佛祖曾经说过，天地之间有五重，迎灵毛羽鲲；天地之间有五仙，天地人神鬼，将天上五仙分为了五种，地上生物也分为了五种。而妖魔之流虽然也可渡天界正大道，为仙人道果，却不被正统神佛所承认。七大先祖第一位，地仙之祖镇元子。三界之中自由自在的神仙不少，可有名有姓的却是不多，大多数都是依附天庭、灵山这些大势力。这镇元子大仙偏偏是个例外。相传盘古开天，鸿蒙出城，无穷无尽的世界同时产生，然而却大多一片混沌，并未彻底开辟。这片混沌中最大的几块地方，便是天界、地仙界、人间界三界。人间界之大不可想象，称为洪荒，是上古神魔诞生的主要场所。在洪荒大地上，接连发生了龙凤大劫、巫妖大战，这些鼎鼎大名的大事件，虽然听起来酣畅淋漓，让人热血沸腾，但洪荒大地终究不是无穷无尽的。不周山倒塌，洪水灭世，使得这方世界支离破碎，逐渐不适合满天神佛修行。已经成仙得到了的存在还好说，可以自己开辟一方天地，或者迁往天界，但普通的超凡生灵就惨了，天地巨变，生活的异常艰难。而这时修行有成的镇元子出手了，以大法力将破碎的世界合璧，用三大神书之一的地书镇压，铸造了地仙界，让各路修士妖魔有了修行的地方。天道降下大功德嘉奖，镇元子也变成了地仙之祖，地位跟三清祖师平起平坐，玉皇大帝也要以礼相待。七大先祖第二位，天仙之祖三清，天地二仙本就是一体两面，地仙居于地，天仙长于天，飞升成仙就是指的成就天仙之位。三清祖师乃是道门之祖，天仙大道的源头。孙悟空拜师菩提老祖，修炼的功法就是大品天仙诀，而倘若眷恋尘世间，就只是得先到过三花聚顶武器招元，此乃天仙大道，也是西游世界的顶尖大道。三清祖师脱胎于盘古大神的元神，先天便是神圣，在混沌之中潜心修炼，拜到祖洪君为老师，境界与实力都是一等一的高。洪荒世界自从巫妖大战落下帷幕，人族便逐渐成为天地主角。三清祖师预感到这个大事，便建立三大教派，广收人族弟子，以人族气运反哺自身。从此人族受到圣人大佬的庇护，能修仙问道，有着成为天仙的可能。而天地人三者乃是并列的关系，有了天仙地仙，自然是少不了人仙。七大仙祖第三位，人仙之祖伏羲。三皇五帝尧舜禹，上古时代的人族首领可都不是什么善茬，伏羲这位比炎黄二帝还要古老的存在更是如此。人仙大道不是天仙一样飞升天界，也不是的仙一般居住在洞天福地，人仙沾染了个人字，无论怎么变化，始终离不开人族的供养。他们和人族气运相连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西游记中，魏征世人曹官是天庭在人世间的使者，曾在梦中剑斩金河龙王，还有算命的袁守诚，能知前后，善断阴阳，就连天下下雨的具体时辰点数都可以丝毫不差。他们都是人仙的代表。伏羲之所以是人仙之祖，是因为他开创阴阳五行八卦学说，以凡人之身开创人族修行大道。无论是风水还是占卜之道，都尊伏羲为祖师。传说中的伏羲人面蛇身，是因他的母亲在一个名为雷子的地方踩了一个巨人的脚印，从而怀孕了12年之后出生的。这传说妥妥的先天神圣。别忘了和伏羲类似的故事主角都是谁？哪吒怀胎3年，出生就被太乙真人收为徒弟，长大后更是一路过关斩将，成为天庭大神。老君的传说更是离谱，怀胎一甲子，出世就是老头，直接成仙做祖。伏羲有着同样的轨迹，成为人仙之祖貌似也就不那么意外了。七大先祖第四位，神仙之祖玉皇大帝。无论是人族还是妖魔，对于天庭总是渴望的，除了封神大劫里那些早就自由自在的仙人，没有人会对封神有什么抵触。毕竟即便受到封神榜的制约，可对于神仙带来的好处，这又能算得了什么呢？毕竟在人间也是要受到人间帝皇的统治，能在三界至尊手下当差，对绝大多数来说都是一种荣耀。而驾驭众神的玉皇大帝，自然就是名副其实的神仙之祖。玉皇大帝俗名张白忍，修炼是108000劫方才得道，堪称是隐忍修士的老祖宗。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，修行的时候从来没有人听说过他，可当张白忍修成正果，便一跃成了三界至尊玉皇大帝，不得不让人佩服。传说玉帝也是上古时代的生灵，曾经有幸在紫霄宫里做童子。紫霄宫是谁的地盘？大名鼎鼎的道祖洪君有着这一层关系，玉皇大帝成为神仙之祖也就没什么意外了。七大仙祖第五位，鬼仙之祖。关于鬼仙，多半都会想到阴曹地府作为自成一界的势力。地府除了要受到天庭的管理，
其他神仙貌似是一点面子也不给。人间广袤无边，生灵死后就要魂归地府，但某些修行者神通广大，不愿意喝下孟婆汤，便以魂魄之身继续修行，有朝一日成就仙位，便是鬼仙。虽然不像天仙一样逍遥自在，也不如神仙一样地位崇高，但好歹也是仙人，在人间也是威名赫赫。去了地府谋个差事也很简单，判官阎罗、牛头马面，这些都是鬼仙的代表。而鬼仙之祖究竟是谁，这倒是个神秘的问题。因为地府的存在感一直都很薄弱，明面上以十殿阎罗为首，地藏王菩萨为尊，但菩萨身为佛门大佬，自然不可能是鬼仙。实际上的鬼仙之祖同样是一位古老存在，平心娘娘也叫后土，跟三清祖师同一时代。因为不忍心看到生灵死后魂飞魄散，所以建立地府转世投胎，创造鬼仙之道，赐予2次机会。但凡无望天仙大道，又无地仙法门，便可转修鬼仙，去地府谋个职位，也算是另辟捷径。除了天地人神鬼五仙之外，还有妖仙。妖仙之祖更是如雷贯耳，她便是大名鼎鼎的女娲。女娲半人半蛇，从混沌中诞生，被妖族奉为始祖。洪荒世界有6大圣人，三清一脉代表人族，西方2圣也是眼巴巴看着人族，女娲更是人族的造物主。这么好的待遇，妖族肯定会眼红，于是便认半人半蛇的女娲为始祖。女娲心怀广大，对世间生灵都是无比热爱，于是为了妖族能够发展，便开创妖仙之道，使得妖族同样能够位列仙班。但能够得到正统的妖族很少，大部分都化身妖魔祸乱天下。仙魔二者是绝对的反义词，妖魔、天魔、神魔都在表达对魔的敌对，而天地人神7大仙族的最后一位，可以说是似魔非魔，有着天魔的自在，也有着仙人的逍遥。他就是散仙之祖菩提祖师。散仙无拘无束，不受任何制约，成魔成佛皆在一念之间。菩提祖师更是大名鼎鼎，毕竟他手下的弟子可不少，最出名的齐天大圣可是妖族大圣，还大闹天宫，这般动作不就是暗含妖魔之道吗？妖魔中至高无上者名为大圣，齐天大圣成佛或者成魔，其实就是一念之间。而作为他师父的菩提老祖，修行的引领之人，在其中肯定起了很大作用。菩提老祖弟子众多，只要能到达灵台方寸山，就有很大几率成为他的弟子。散仙之道向来没有什么繁琐规矩，若是更进一步，便是魔仙。菩提老祖也被称为魔仙之祖，毕竟他的弟子貌似都得整出点士气。大名鼎鼎的牛魔王就疑似在其座下学道，毕竟除了这位，凡俗生灵也不可能找到同样级别的老师。天地人神妖魔鬼7大仙祖各有千秋，你又有怎样的看法呢？本期神话故事就到这里，咱们下期继续。